大家好，今天啊是25号啊，LK99已经正经热闹了1个多月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威廉玛丽学院的老金同志还认为啊，1个月不够，搞这么大的研究，1个月哪能够啊？所以我估计啊，这个8月底啊，LK99的团队，就是那个量子中心，他不一定会公布他们现阶段的新的论文啊或者结果，但是9月初啊，我估计他们应该会搞。那在没有公布之前啊，基本上你别的论文你还是一锤死的可能性都不大，包括马普那篇论文，因为呢只是基于人家早期在 arXiv 上那篇粗糙的论文你做这个判断。那薄膜呢，是吧？专利呢？所以这些都不是铁证啊。如果他公布了，那就更复杂了。那什么是铁证啊？铁证就是说他们自己承认数据有误，或者认知有误，搞错了，但不是故意的。这个概率我觉得大概跟咱们大厨子普里戈金飞机是空难呢是因为故障呢，这概率差不多，是个小概率事件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会在顶级物理学杂志上发一篇论文啊，这个事儿就复杂了。他这篇论文发出来，又是一大堆的论文跟论文，反对的、赞成的，是吧？是记还是倒？当然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他们论文已经寄出去了，在等待呢。那当然还有个概率是什么呢？就是给目前的论文做出一个大的修正来。我只谈这个复杂的这个词性，超导呢，史文超导在另外一个论文里谈，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太低啊。那么第三种可能呢，其实也是一种某种形式的记了，是吧？我们之所以一直跟踪话题啊，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一眼假或者一眼真的那个看法，我们不能预设立场。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不懂，我不是搞超导的，我在试图学习这个里边的一些新鲜的玩意儿。那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就发现什么呢？原来的理论啊，就是原来的传统的超导理论，它实际上是指导不了现在 LK 研究的这个史文超导的。你要是拿那个理论来指导这个东西，会打很多补丁，并且补丁是越来越多，最后都圆不回来了。实际上这个也好理解，目前的这个高温超导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超导，都是零下几十度、100多度，还要上百万个大气压。哎呦妈，这上百万个大气压，你是怎么理解的？咱们不是搞这行的，我原来觉得得多大的空压机啊？错，不用空压机。我查了一下迪亚兹在那个 Nature 上撤回的论文，他的实验条件好像是267万个大气压，还得这么大压力下，好像是室温15摄氏度出现超导现象。267万个大气压，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实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真的不是空压机，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大气压，它用的是金刚石。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用的这个装置啊，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叫金刚石对顶针，或者是对顶就是压针，就是2个金刚石挤那个，你可以理解成挤那个材料。那当然挤的话呢，也有些讲究啊。肯定是有加压设备的，关键是那个你什么东西压这个材料你能不变形啊？就是金刚石。然后呢，这个图啊比较简单，就画的比较明白，是吧？这个图里边呢，这个红的呢叫 Ruby， 其实是一种红宝石，这个绿的呢是 Sample， 是样品。那在压这个过程中啊，这个红宝石也同时被压，这样呢，它是用红宝石它的这个极光照红宝石后看它的波长来确定是多少万个大气压。可不是拿什么压力表来量的，咱们这些外行啊，一想这个话题就有点就跑偏了，很神秘的。但是呢，也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要做这个传统的高温超导研究啊，是非常难的。这就是我这2天啊一直在琢磨，我说这个为什么全民开始炼丹了呢？就是因为现在啊，室温超导他一下把这个做所谓超导的这个门槛降到非常非常的地步了，所以才全民炼丹。说全民炼丹有点夸张，是全博士民炼丹。我们讲那个前面那个牛健也好啊，还有更早的那位叫什么来着？那仨字的大神，还有现在这个真可爱的，这都是博士或者博士后或者是副教授之类的。都是很牛逼的在这行业，但是呢，他们在 B 站上啊，在抖音上出来了，大家觉得好像是民科一样，真的不是民科，他们是科研的最中坚力量，可以说。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表啊，是我比较多的引用的，就是韩文的那个 wiki 叫 nam.wiki 啊，我在第一期就介绍过这个网站，这是一个韩国人在巴拉圭这个服务器上做的一个纯韩文的
维基百科类的网站啊，大家用的是他自己技术了。那我看在里边呢，他们最新啊，实际上8月份刚上一周呢，他们还有一项专利。来看到这图上有一个最下边这一行有一个8月16号，对吧？哎，那8月16号这个专利呢，实际上呢，他们就一直是在更新的。实际上你要有心查呀，会发现他们从去年到今年确实有不少的专利。那关于这个专利啊，我也看了一下啊，它确实还是有很多东西的啊，包括我们之前说那个薄膜的东西都在里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搜到的，这是 WIPO 啊，就是个专利检索的这么一个内容，当然主要还是韩文的啊，也有这个也有一些图表啊，看这个图纸 drawing 啊，这是他们给的一些实验的图啊，有些图呢很早之前可能有一些网站都介绍过，他们的专利里边详细的关于室温超导、超导材料的制作、超导材料的性质，有非常详细的数据啊，在国际的专利检测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啊，韩文的也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做的这个理论研究的东西啊。这张图片呢被很多杂志引用过啊，哎，这是这个专利的这个情况。那这个专利啊，实际上很多人在看专利的时候发现呢，确实是啊，他们已经做得很深入了啊，不仅仅是烧炉子了，因为这个金志勋号称是烧了1000多次炉子嘛，是吧？做了1000多次实验，咱们说烧了1000多次炉子，肯定烧了无数几百次是有的。那烧完之后是什么结果呢？哎，不纯怎么办呢？根据专利啊，看 LK99 啊，它的微米厚的薄膜版本啊，哎，它就超导了，几乎一半是超导材料，而且这个电阻力测量显示呢，和超导相一致的这么个水平。那 LK99 的电阻力是铜的10000分之一到100000分之一这么一个区间里边。那在专利里边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他们测量了经过处理的 LK99 样品啊，从 304K 到 382K 的电阻变化。那么测得的这个电阻是非常低啊，就是10的-11到-12次方的一个欧姆每厘米，它就是证明了确实具有超导性，这是专利内容啊。那专利里边啊还揭示了用于制造这个微米厚的 LK99 薄膜它的这个气象沉积过程的更多细节啊。现在呢他们在过程中加入了少量的硅，哎，但它的作用呢没有说明。那专利声称啊，薄膜中呢有 48.9% 是超导铅磷灰石， 40% 呢是其他的铅化合物， 10% 是铜化合物。这个铜化合物是不是就是中科院说的硫化亚铜啊？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个铅磷灰石大家知道它本身是绝缘体，需要掺杂或者是呢有缺陷才能成为超导体。所以 LK99 中的这个超导成分啊，在不同相位有3个临界温度啊，就所谓 TC， 分别是呢50度、80度和125度。那在薄膜中呢，只观察到了电阻测量中较低的2个临界值，哎，这可能是灵敏度的限制。那么专利啊，还提供了这个 LK99 的磁的性的一些细节，主要是大家比如关注比较多的就是磁性嘛，比如它同时存在抗磁性和铁磁性。哎，就大家在里边，它到底是站着、立着、趴着、扶着呢？哎，人家专利里边提明白了，我们做这玩意儿啊，有抗磁性，也有铁磁性，但测量显示了一个潜在的这个麦斯拉效应，哎，表明它是具有超导性。那使用一个非常弱的磁场的这个 SQUID 磁响计呢，可以检测到超导成分啊，在加热或者冷却的时候呢，排斥磁通量啊，就是这种抗磁性。那这本新专利呢，还提供了它这个关于 LK99 磁性的很多详细信息，它的抗磁性啊、铁磁性啊等等。刚才我们说的，那所以这份专利啊，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个室温超导的验证和详细信息专利。那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哎，我也不知道。但是人家一本正经的注册专利了，但是你有权利说这就是一眼假。这他妈这还能真的吗？人家267万个大气压的迪亚兹同志把稿都撤出来了，他这个一点压力都没加，他怎么能是真的呢？他要是真的话，是吧？你是倒立吃翔是怎么的？没必要啊！这个科学上的事儿啊，吃啥都解决不了问题。你像印度那个阿瓦纳那老哥，烧了多少次炉子，哎，最后就只证明了什么呢？哎，有一个复杂的磁性，哎，可能有一维超导相的存在，是吧？所以呢，你就想想吧。
阿瓦纳烧了可能有7、8次炉子是有了。那金志勋说他做了1000多次实验，20年里边，你说他们得有多大的信心才能坚持到现在啊？所以你要说人家就是造假的，我觉得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啊。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些年轻的在网上直播的呀，或者展示这些研究者们、博士们，好像是在撞大运一样，不是啊。在有限的条件下，很多时候啊，往往是实验啊推出来理论啊，你不要拿着这个过去的267万个大气压来想这事儿，那不是一回事，是吧？那我看昨天看那个郑凯呆他们视频里边，应该是他们前天视频，他们烧总能烧出有点奇形怪状的东西来。我觉得那个玩意儿就是 LK99 的样品可能还不是很纯。所以呢，这个室温超导远远没有到棺材本盖死的时候，是吧？你比如说在这个专利里边讲到的很多东西，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怎么把 LK99 的提纯生成薄膜，再测它不是超导，可能中国大陆有人在做啊。我知道有好多的实验组已经在注册专利了，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在注册 LK99 周边的专利了。但 LK99 的专利已经是非常全面了，它实施了专利包围，把很多的掺杂的那些元素化合物都写进去了，但是可能总有遗漏的吧。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几个视频里边，应该他们大概率都已经在注册专利了申请就是用它的合成路线，它弄的成分能不能通过是一回事，先注啊，是吧？所以现在呢，这个人家有了这个完备的专利，甚至有了特殊的检测方式。我们现在呢，说实话，对 LK99 的这个复现，就是 replicate 还处于一个早期阶段的。所以啊，希望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呢有信心，不是说有信心是一定是室温超导，还是不是室温超导，而有信心这个戏啊还有更有意思的在后边，不掺杂个人立场，不掺杂个人感情，去掉地域歧视，你会发现科研的世界其实也很精彩。我们就老老实实当一个呵呵的吃瓜群众，继续看啊。好的，今天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